最近公布的几个主要的经济数据看似都符合预期，12月降息25个基点也完全计价。但如果仔细看最近的数据，还是可以发现一些问题。这些问题恰好可以帮助我们对后续1到3个月的经济情况可以有一个走向的轮廓。失业率市场预期在4.1，最后数据在4.2。但如果我们用劳工部公布的数据算一下，就会发现这一次的失业率4.2，其实是在4.246。11月的4.2已经非常接近于7月份的4.3，因为7月份的4.3实际上是4.252，这两个数据几乎非常的接近，所以我们并没有完全度过8月份以来的担忧，并不是很多媒体上说的经济非常的 solid。所以上周我们说过，12月降息板上钉钉。从7月份到9月份，我们看到整个劳动力市场是人口在增加，而且失业人数在降低。但从9月份开始出现了转折，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总人口在降低，失业人数开始增加。这背后有3个比较主要的因素，一个是因为飓风导致的影响，第二是罢工，另外一个就是大选所导致的影响。其中2个因素已经消退，第3个因素实际包括了政府雇员和移民2个部分。政府临时雇员的增加，增加了就业人口，但另一部分移民对就业人口和劳动力总人口的影响因素逐步在变大。从今年年中开始，因为民主党希望能够赢得大选，所以对于整个移民政策开始有所收紧，所以我们会慢慢看到效果就要出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劳动力总人口连续下降。那么明年特朗普对移民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？我想各位交易员应该已经有一个预判了。那也就是说，移民对失业率分母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。假设就业人口不变，劳动力总人口下降也会造成失业率上升。因此，接下去非常有可能在11月份的基础上，失业率数据会变得很难看。大非农22.7万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数据，但是之所以11月份会增长22.7万，是因为10月份的数据非常的差，而10月份的数据是因为飓风和罢工造成的。而当这2个短期的影响因素消退以后，10月份的增速就非常的高，所以11月份的大非农数据是在预期之中，而背后真实情况可能比11月数据显示的要糟糕得多。背后现在每一个月的真实就业净增长可能就是在0附近，大概率在后面几个月，大选带来的将近80万的政府临时雇员会对失业率造成负面的影响。分子变小的同时，分母还在变大，所以可以预见到，很有可能接下去失业率会上升的非常的快。所以未来1个月，大家如果看到4.4，甚至于4.5，不要感到奇怪或者惊讶。但现在美联储内部看上去对经济的判断有点乐观过头，一些理事的言论也偏乐观，尤其是鲍威尔觉得劳动力市场数据不错，甚至打开了12月不降息的大门。本周股指也在高位横盘，看上去准备要冲上去迎接圣诞老人的红包了。但我们应该保持警觉，因为风险因素在累积，难看的数据目前只是没有让大家看到而已。本周三公布的美国11月 CPI 环比增长 0.3%， 同比增长 2.7%。11月核心 CPI 同比增长 3.3%， 环比增长 0.3%。看上去一些权重较大的指标均符合市场预期，市场就借此炒作一波。公布当天纳指大涨，但我们从分项来看，其实并没有那么乐观。核心商品价格反弹是11月通胀年金的最大来源，0.3%的环比增速达到了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，但部分原因可能是受到了飓风因素的影响。好消息是，11月房屋租金价格涨幅放缓至 0.2%， 为2021年以来最低。考虑到房租分项在 CPI 中权重占比超过1/3，房租通胀的回落对于压降核心 CPI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。11月房租环比增幅回落至 0.3%， 其中排除掉酒店价格因为假期的到来出现明显的反弹，主要居所租金季调环比增速从 0.3% 下降至 0.2%， 业主等价租金环比增速从 0.4% 下降至 0.2%。可以这么说，这个月的服务通胀数据在某种程度是对冲了商品通胀的 0.3%， 所以如果要把通胀控制到 2% 这个增速的话，按照现在的趋势来看会比较难。
美联储最关注的剔除房租后的核心服务通胀，环比增幅持平于 0.3%， 过去3月的环比折年率持平于 4.3%。虽然没有进一步反弹，但与美联储 2% 的通胀目标仍然有距离。那么接下来1到3个月会怎么样？假设商品通胀这块基本稳定，因此如果要把通胀压下来的话，服务通胀这一块是最大的挑战。大量的非法移民从事低端服务业，从而拉低了服务业通胀。但随着移民政策的收紧，包括接下去 Trump 要开始驱赶非法移民，可以合理的推测，服务业的通胀很难控制下来。娱乐服务已经连续2个月环比增速 0.7， 可能已经在提示我们，娱乐业老板显然已经算过明年的人力成本了。尤其接下去是圣诞假期，服务业的价格上涨可能继续向劳动密集型类别蔓延，比如到酒店、餐饮这些行业。简单提一下 PPI， 这个月的 PPI 就是个噪音。市场预期同比增速是 2.6% 和 3.2%， 最后的数据是 3.0% 和 3.4%， 看起来是非常的夸张，比市场预期高出了非常多。一些自媒体非常的夸张说 breaking news， 但实际上呢，我们去看一下环比增速。如果 PPI 数据去掉能源的话，市场预期是 0.2%， 最后的数据是 0.1%， 还好于市场预期。环比数据好于或者等于市场的预期。为什么同比数据会比预期差？因为上一个月的数据进行了上修，所以这个月的同比数据也出现了上涨。所以正确理解这个月的 PPI 数据，应该是这个月的数据并不差，差的可能是上个月的数据，上个月的 PPI 数据被低估了。另外一个原因是鸡蛋价格比上个月暴涨了 55%， 因为美国几个主要养殖产区在11月爆发了禽流感，导致超过280万只蛋鸡被宰杀，鸡蛋产量大幅下降，蛋价上涨。但这个属于短暂因素，并不会对通胀造成持续的上升影响。失业率即将走高，通胀看上去也下不去，所以有一个场景在慢慢浮出水面，就是 stagflation 滞胀，这是资本市场最怕的 set up。所以下周美联储利率决议会，我对鲍威尔可能的讲话态度预判要做一下微调，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数据中隐藏的一些问题。因为假设我们能看到数据中隐藏的这些问题，我相信美联储这些官员肯定比我们更加清楚。因此，可能鲍威尔并不会像一些媒体说的那么阴，可能他的回答会非常模糊，更接近于偏向中性。毕竟鲍威尔还不至于胆子大到要把大家的圣诞礼物全给砸了。到底会不会这样，我们拭目以待。点阵图其实并不重要，首先点阵图基本就没准过，而且向来见风使舵，变化非常快。接下去说一下个股和板块方面，前期走势非常火爆的 AI 软件板块本周出现了一些退潮。本周公布财报的几个软件巨头季后表现也都不佳，走势涨幅非常好的一些标的在本周也出现了非常大幅度的下跌，但这应该不是行情的终结，而是涨多拉回，为年底或者明年下一个波段做准备。比如 AppleWin 是美股今年涨幅榜一大哥，但本周大跌 19%， 但它的基本面没有问题，下跌最重要的原因是前期涨得太多，今年涨了7倍，导致估值非常高。估值高的原因，一方面是基本面非常强劲，另一方面是搭上了 AI 的浪潮，导致了很多投资者由于FOMO情绪的追捧。本周 AppleWin 的这种下跌非常明显，就是获利资金在出逃的表现，在年底之前选择卖出锁定利润，并且有可能锁定他们的基金回报。集中抛售会持续到什么时候，我只能说不知道，看下一波 AI 软件股浪潮什么时候再起来吧。另一个涨幅巨大且估值贵到离谱的 Palantir 就没怎么跌，为什么？Palantir 的估值贵到离谱，但这是一家确实有护城河的公司。这里说的护城河并不是一般的所谓人工智能时代的 SAP， 能做到此类水平的软件公司只会越来越多。但 Palantir 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和美国政府的关系。Palantir 这家公司掌握了美国的所有国防部或者安全信息的准入，怎么理解？它是一个国防部的操作系统。市场里面有自研操作系统的公司，基本上就只有苹果、Google、Microsoft 和 Red Hat。Palantir 虽然看上去是一家软件公司，但是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 SaaS 或者云或者 AI 公司来定价。它除了民用的软件做得非常好以外，最重要的是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军用。美国国防部采购任何一个武器装备，不管是来自于雷神或洛克希德马丁都可以，但是这种武器装备要进入到指挥系统中，就要通过 Palantir 的软件系统。所以它最核心的功能是能够在全世界用算法定位任何一个移动目标。所以 Palantir 本质上是美国国防部的操作系统，它是准入美国国防部的必须要接入的系统，预警机、无人机、雷达指挥车都需要。
所以 Palantir 是一个 AI 军工联合体。很多人现在说 Elon Musk 是影子总统，但 Palantir 的老板 Peter Thiel 可能才是真正的幕后大佬。Palantir 的老板 Peter Thiel 在 Trump 2016年第一次竞选中就出了大笔的钱，现在 Trump 归来自然不会亏待他，所以不要看特斯拉已经破了历史新高，笑到最后的可能是 Palantir。资本市场给那么高的估值是有原因的。Adobe 盘后公布了财报，第四季财报虽然超出预期，但对本季度和2025年财年的指引却不及预期，导致本周下跌 16%。其实财报并不差，指引不及预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汇率问题。Oracle 本周财报也爆了，下跌了近 10%， 但大跌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今年涨太多了，今年财报前涨幅 80%， 创下自1999年以来最佳的年度表现。在财报公布前，股价已经连续上涨，处于历史的最高水平，现在只是涨多了回吐。所以现在就比较明确了，下一波 AI 浪潮当中炒作的重点就是这些跟 AI 相关的软件股。但是从这周软件股的走势分化当中，也很明显的能看出来，如果去做个股的话，实际波动率和风险是比较大的，而且 AI 软件行业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。今天可能超前的技术很快会泛化到各个公司，最后到底是谁能够跑出杀手级应用，其实是一个不确定性非常高的事情。而且某些 AI 软件个股估值高涨背后的原因，普通的投资者并不一定完全清楚。所以如果是参与下一轮的炒作的话，可能用一些行业的宽基 ETF 能够规避掉一些个股的风险。OK，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赞关注我，下期更精彩。各位交易员有问题可以评论区留言。祝大家未来一周和圣诞节交易顺利。